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月比亮乐工作室的月科报道。对，这是第一集的月科报道。那第二季第一集呢，就是要来讲一下关于我们工作室的全面内容项目。那当然啦，你们可以看到，就是我现在身上呢有2台笔电。那基本上这一台呢，我跟各位介绍一下，这一台是我们的 S7F 笔电。那这一个 S7F 笔电呢，基本上就是要让各位可以知道说，我们本公司真的有在努力去给各位看到更好的项目。那这个的 S7F 笔电呢，基本上就是我的那个读稿机啦。那其次的话，我这边会看我们这一个新闻的资料，所以呢，目前的话就是我这一边会看的是我们的简报，另一边则是我们主要读稿的内容。那所以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一台电脑的目前的新闻项目吧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第一则。首先是 Intel 的部分。好的 ，Intel 官方回应13、14代的部分。那这一边的话，导播台那边是不是有发生问题？那个滑鼠可以移开吗？谢谢。好的，那这个就是我们13、14代的 RNA 问题哦。那就是问题归咎于主机板跟 BIOS 的预设值太趋近。那基本上呢，就是 Intel 在这边有回应这样子。那就是说，分析了 RNA 个案的 CPU 跟主机板样本，发现不稳定性的原因是 CPU 老化导致了最低电压，也就是最低工作电压出现了一些变化。那基本上是很大机会是超出了 Intel 的指定运作条件所导致。虽然暂时尚未完成这个确定的事件，但 Intel 观察到 RNA 的个案是大部分来自于解锁 K 系列的 CPU。具备了超频能力用户，那基本上呢，就是归咎于主机板和 BIOS 系统的制造商不符合规格操作。观察不少主机板的 BIOS 预设值都没有参考 Intel 的官方建议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是用他们自己的参数来去做使用的一个 BIOS 啊，也就是导致的我们现在看到了 RNA 出现的状况。好的，那我们看到底有哪一项措施没有用？他们发现到说，停用的电流过载保护呢是没有在符合范围的样子，然后不限制最大电流呢，在厂商呢可能没有做到最好。LP1 跟 LP2 的设定呢超出了 Intel 给的建议，那基本上就是导致了这3个出来的 RNA 事件。那Intel 已向各大系统和主机板发信，然后要求用户提供符合 Intel Baseline 的 Profile 的功能，来解决游戏弹 Game 的问题，然后减少 RNA 的个案。所以同时玩家要来提醒的话，就是处理是 Unlock 的话，但却和 Lock 的一样好最好都不要碰，没错，就是你只能用一般版，而不是用那个已经解锁的版本啦。那个人我是想了一下，才发现到说，原来 Unlock 也会出问题。那如果非 Unlock 的话，那就是可以好好的做使用吗？我觉得这个可以继续的观察一下。目前13、14代真的太多问题了，各位。那如果你是真的最近要买13、14代的，你们要再留意一下。然后接下来可能也有15代出现，那你们再看一下那个目前英特尔的最新情况，这样子。好的，那我们来看看下一则消息。没错，就是微软的 AI PC。没错，是真的 AI PC， 不是大陆出的 AI PC。那个 AI PC 是 Windows 11的版本不过呢，正常来讲，我们的 AI PC 是真的人工智慧。那人工智慧的电脑呢，是 Surface Pro 10跟 Surface Laptop 6两个都是搭载 Core Ultra 的处理器，也是2个同样的价格，41088块。也就是说，这2台笔电的价格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 Surface Pro。Surface Pro 它是搭载一台平板的样貌，然后呢，搭载的是 Core Ultra 5 135U 跟 Ultra 7 165U， 然后有配置8到64 GB 的 GDD不是 GDDR5，GDDR5 是显示卡在用的。主要的一般记忆体的是 DDR5X 的记忆体，那以及256GB 到1TB 的 PCIe 4.0的界面。
SSD。那当然啦，标榜上的话，效能会比上一代快了53%，其实你说真的，对我来讲的话，53%，其实看上去就已经算是蛮高的一个数值了。毕竟你看这2台电脑的话，基本上，感觉好像都没什么问题哈，操作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。那一般模式下呢，可以提供19个小时的续航。那也是首款搭载5G 技术引入 Intel 平台的 Surface 产品，也就是说你可以上网用5G 上网了。然后它是采用13寸的 Pixel Sense Flow 的显示器，是2880×1920，那我们的解析度是2880×1440。哦，对，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正在用的这个解析度。亮度呢可以来到了33%哦，它说提高到33%，那具有更高的对比哦，是真的对比哦。那拥有了114的这个视角，114的视角，其实说真的还蛮广的。虽然说没有 IPS 那么广了 ，IPS 是178度的样子，然后以1440p 的这个角度跟解析度的话，我觉得算是一个还蛮强的一个解析度啦。因为现在都是去到 2K 是最高，然后它的价格的话是41088块，然后呢，如果你要搭配 Copilot 的键盘，一样是同一系列的键盘，是4999，也就是说你要足够的荷包才能去购买它。像我的话就是要这台 ，OK。好的，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来看看 Surface Laptop 的这个商务笔电，它是有分2种版本，一个是13.5寸跟15寸2种版本。那13.5寸为 1.3 公斤啦，那15寸的话是 1.6 公斤啦。为什么我后面没有再说 0.00 几的？这个就是我觉得主要还是看你们在体验上会是怎么样的重量，每个人在用的时候都不太一样。好的，机身厚度的话是 1.67 到 1.69 公分，那基本上这个厚度呢，其实说真的也蛮薄的，比之前这一台还要薄。那其实这一台呢是当年好像是比较薄的笔电，没错，已经够薄了。不过呢，你看时代的眼镜还是抵不过当年的样子。对，也就是说这2台呢，2个不同世代的，就是落差就是这么大。对，之前最薄的笔电，现在已经不薄了啊。现在最薄的就是长像 MacBook Air 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呢，续航力呢也有19小时，然后也是一样配了 Creo Ultra 5 135U 跟 Ultra 7 165U， 也是一样是8到64GB 都可以选，256到1TB 的 PCIe 4.0 系列。那基本上它是会比上一代 Laptop 5呢是快1倍，所以呢跟上面的 Surface Pro 10看起来呢也没什么落差。OK， 那当然啦，6版本呢也是跟我们的 Surface Pro 10的价格是一样的，13.5寸。但是呢，如果是要买到15寸的，你要留意一下你的荷包，它要47388哦。这个也是需求去选择你的这个处理器的规格、机体，然后硬碟的部分，那就请各位留意一下。如果你的荷包没有那么多的话，就还是乖乖选择其他的电脑会比较安心一点。毕竟你个人还是要好好的去上网嘛。好的，那我们来看一下 Google 下月将推出平价版的平板。其实是降价版的平板，他说疑似便宜30%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有买的欲望呢？来，苹果将于5月7号发表新的 iPad， 那据传出 Google 也打算在下个月重新推出 Pixel Tablet 的平板，那并且首度专属提供手写笔和蓝牙键盘。这个 iPad 上大家一定会玩到烂的嘛。但是呢，在 Google 这边真的就是，我不敢说是第一批，但是是第2批啊。因为第1批是三星，那第2批的话就是我们接下来讲的 Pixel Tablet 的这个平板。因为以往来讲的话是三星出的吼，那现在的话 Pixel Tablet 出现的话，就是变成说原本是去年已经推出的 Pixel Tablet， 但不再绑定一个底座一起放售了。那之前的话是有的。
就是一起贩售，现在不用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哦。那跟一般的平板相比呢，它是具备了磁吸充电底座，不仅能兼容喇叭，也能变成智慧萤幕。也就是说，它就跟那个家里面的摆设的时钟 Google 是一模一样。那当然啦，在外媒的 Draw Life 表示呢，零售商清单已确认 Google 对不捆绑了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想要买的话，还要再多花一笔钱去买这个底座啊。不过就是看个人啦。那基本上的话，128G 的话是446欧元，约台币15577元。256GB 是553欧元，折合台币19314元。原先绑定的底座 128GB 价格为679欧元，折合台币23714。然后再来是256GB 的话是779欧元，折合台币27207块。换言之，其实无底座版本呢是降价为30%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要买有手写笔的话，还有键盘的话，键盘这边有出来价格啦，89欧元，折合台币3108块。那因为手写笔还没有列出，也推估个100欧元吧，也就是折合台币3493块。值得注意的是 ，Pixel Tablet 据年上市是没有台湾的，所以呢，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进来台湾，我们无从得知。不过看起来还算是蛮有前途的，我们就请各位敬请期待这一台 Google 的全新样貌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Google Play。Google Play 的话是终于支援多同步下载的 App 哈。那当然啦，它上线变成了2个，虽然说只有2个，但是也算是一个不错的进步了。因为每一个人要换手机的时候，最烦的工作之一就是把 App 重新下载回来。而在安卓系统上，不论网速多快呢，都只会用一个程式下载一个部分，也就是说单线程啊。那经过多年的使用者抱怨，Google 终于同步下载功能把它导入了，而且同时间可以给2个 App 同时进行。当然，虽然说很少，但是至少 Google 有在进步了哈。那更新的下载机制终于开放多 App 同步下载，并率先让安卓14获得支援，也就是说会慢慢的往下更新。那等到真的更新了之后，你们就可以体验到2个 App 同时使用安装的部分。那基本上的话，这下载与安装2个事件绑定在一起的话，也就是变成不会因为 App 下载完成就立即切换到下一层，必须等到整个 App 都已经安装才能进入使用才能进行下一个任务。这个是算蛮不错的进步了。然后呢，同步下载功能是未包含更新的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需要更新的话，还是只能一个一个慢慢处理啦。这个还是算他们的缺陷点啊。不过至少它有更新了，至少也算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则消息，其实是倒数第2个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Spark 推出的 ROC 系列，不是 ROG 哦，是 ROC Intel Arc A770跟 A750 的显示卡与白色 Luna 版。那这2款的话，就是一个是白色款，一个是我们的黑色款，也就是你们大家看到的一般版。那基本上的话，白色款呢，我会希望大家买啊，因为基本上白色款的就是可以让你的电脑全白，但是也要看有没有全白的显示卡的主机板啦。那当然黑色就好说啊，黑色比较好配。那当然啦，这个 Luna 版呢，我也觉得还蛮好看的，其实，因为它白色的，我看起来一向都是喜欢白色的东西。那当然，这个 A770跟 A750其实都是 Intel 出来的一个显示卡。那 ROG 系列一下 ROC 一下 ROG 这个稿子是不是出问题啊？ROC 啊，将采用双100mm 的双滚珠轴承风扇与 2.5 slot 的安装空间，也就是说它不会占用到3个插槽，这个空间有限的人会是比较好的福音。那这个 ROC 的版本呢，我觉得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感觉啦，就是它这2款呢，一个黑色一个白色，黑色带有一点魅力在，
白色带有一点纯净的感觉。也就是说，其实我这2款呢也还蛮喜欢的哦，就看之后我们本工作室要不要来添购一个，然后给家人使用这样子。因为我目前的话，桌机跟这台笔电是一样的，都是中古机，那当然配新显卡不是很好。不过呢，我先跟各位奉劝一点，就是它这一个 A770 跟 A750 它们的这个供电呢是非常高的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想要让它体验这个效能的话，还是尽量供电上到最好会比较好哦。这个就是我们 ROC 这一张显示卡的部分。最后一则消息是我们的 AI 应用。好的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Zenfone 11 Ultra 的更新吧。目前那个画面还没有。对，没事，这个待会呢我们会稍微商讨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。不过呢，因为是第1集嘛，所以一定会难免的。好 ，OK， 好的，那我们来看一下2款 AI 应用。那主要的部分呢，这个是给 ASUS Zenfone 11 Ultra 的用户了。如果你是 Zenfone 11 Ultra 的用户，请竖起你的耳朵，然后请慢慢听我讲一下。那近期呢，在全新的安卓安全性更新之外呢，首度导入了 AI 即时通话口译以及 AI 智慧桌布等2大手机应用。那版本号呢是 34.1420.1420.370 的版本，那就是会陆续推送更新通知。那基本上呢，如果你是想要体验 AI 的功能，你就等到4月20号。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是5月5号哈。那基本上呢，你就可以去看一下你手机有没有更新上去到我们的这一个有 AI 的版本。那智慧桌布的话，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实用性比较高的东西，而不是应该是说它是观看大于实用哦，主要不是实用大于观看，主要它是给你好看的啦。那如果是即时通话，那就是有用处了。如果你是想要联络到日本的话，那当然是非常方便啦。你就可以把你要讲的中文，然后给 AI 转成日文之后，然后让日本人去对你讲话的话，那他也会丢给 AI， 然后让它翻译成我们看得懂的中文。意思就是说，基本上就是可以互通有无啦。那这样子代表就是说，未来这一周的推送时间呢，其实应该基本上，如果我这个爆出来的话，大家应该都是升级上去了。那当然也算是一件好事啊，因为毕竟基本上这一个 Zenfone 11 Ultra， 我可以跟各位讲一件事情，其实我很讨厌 Zenfone， 但是呢，至少它让我可以体验到 Zenfone， 就是我那个3星以外的手机啦。那这一款手机呢，基本上我应该是不太会买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因为最近呢就是太累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毕竟本工作室接下来5月11号又有新的活动然后就搞得这么累，这个是我自己的疏忽，没有调好时间我们回归正传，主要是安全性更新跟 AI 的应用功能加起来之后，就变成了接下来你的 Zenfone 11 Ultra 就会有类似于 AI 的东西在里面。那就请各位记得如果你是Zenfone 11 Ultra 的使用者，记得去更新一下吼。好的，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月科报道的部分。那我们就是稍微让这台笔电休息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台笔电。对，也就是我目前所使用的这一个 ASUS 的笔电哦。那这一台笔电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我们先把它拿去中间给你们看一下。好的。这个就是你们所看到的这个它的背面。那正面的话，我因为怕它会直接断电，所以呢我就不转过来给各位看了。那基本上的话，它这一个镜头，你们有稍微看了一下就知道说这个镜头其实是可以转的。没错，它是可以转成这样子。然后如果你人比较高的话，可以稍微微调。那最高的话是到20。那如果你是要自己拍的话，也没问题，转回来。其实预设是这样子啊。然后如果你要再往上微调的话，
这样子往上搬就好了。其实说真的，这一台电脑为什么我之所以会买下来，其实主要有一个原因是：一，我为了用 Windows XP 的系统，所以才购买了这一台笔电；二，就是它这一台的电脑，我真的觉得越看越有趣，越看越有兴趣，所以我就直接定了下来。然后三，就是它基本上就是这么小一台，你不管带去哪边都 OK。但是前提是我要先把我的电池先给它做处理。对，这一颗电池呢，其实已经不能续航了，所以到时候我会再更新一下。如果各位你们有了解这一台电脑的规格的电池呢，可以在下方留言，然后顺便给一个连结说，哪一款电池 OK。一定是要跟这一个类似的，不用到一模一样，只要类似的就好。现在目前的话，规格我有看到 W5 是 OK 的，或者是 S5 都 OK， 就是 A32S5 或 A31S5 其实也是 OK 的。那到时候呢，我如果有钱，我会先买一个，然后把它放进去，然后让它从新的电池进去，那就请各位敬请期待。好的，那这就是以上我们这一次的月科报道的消息，提供给各位。那也感谢这一台电脑也跟我们一起做的月科报道的消息。那当然啦，这台电脑呢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就是因为它这一个键盘，你们各位可能没有看到，到时候我会开箱跟你们讲啊。就是这一颗键盘呢，因为它是分开来的，所以呢，如果你要拆的话很方便，但是一旦移动的话，它这个也会跟着抖。这个就是非常麻烦的一个问题啊。不过往好处想，至少它这一台电脑也算 OK 啦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工作室的全面内容项目了。然后呢，也给各位介绍了这台华硕。OK， 那就请各位记得每个礼拜日的中午12点半准时收看我们的月科报道，只会报科报，没有报政治的尊乐乐会来这里跟各位服务。我们下个礼拜日见啦，拜拜。